但是道超越时空，没有所谓的开始，也没有所谓的结束，或者说道是首尾相连的，就像太极图一样，周而复始，在运动中变化，在变化中运动，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在有无之间循环。所以道是非常微妙的，老子用勿忘来形容它，就是它可以非常微小，小到没有边界，同时它又是非常宏大的，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可以用一句话形容：至广大而尽精微。虽然道摸不着抓不到，但是它始终伴您左右，确确实实的发挥着作用。它就是那一个无形的力量，看不见的手。愿圣开微密，广为众生说。如今得受持，方知无为意。围炉夜话有这么一句话：饱肥甘，衣轻暖，不知节者损福。广积聚，交富贵，不知止者杀生。这句话的核心是我们应该知道节制，要懂得惜福。对于那些肆意浪费的人来说，那就是减损你的福报；而那些富贵骄横的人呢，不知道节制的话，就会招来杀生之祸。这就是天道的规律。你说我不信这个，不信你可以去试一试你去以身试法，做个先驱者。其实呢，这些道理它一直存在，只是圣贤把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讲出来，告诉大家而已。因为有的人不一定知道，就是那句话叫百姓日用而不自知。我们其实时刻都被道所包围，但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像空气一样，我们每天生活在空气当中，但却触摸不到它。道也一样，您顺着道的方向，自然是顺风顺水。如果您不符合天道，生活就很痛苦，满路荆棘，经历各种各样的机关、埋伏、暗算等等。这就是一种认知的关系。我们现在做的只是替圣人讲法，愿圣开微密，广为众生说，和大家一起学习先贤圣人对世界的认知，通过学习道，追求理，让我们能够更加清醒的、更加清晰的认识到我们所在这个世间的定位。所以儒家说，君子数位而行。我们很多人都在追求钱，追求富贵。那么请问您真正明白金钱和富贵的意义吗？比如给一个官你做，你准备干什么呢？很多人会说当官不就是吃吃喝喝吗？如果是这样，您肯定做不好这个官。再说金钱，你看见哪一个中六合彩的，中了几千万几个亿，从此事业有成，富贵常在，最后能够善终的一个都没有。那真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这就是我们要学习道德经的核心意义。道德经里面都有讲，前面老子告诉我们道和一的关系。从前面的学习中我们懂得道是无形、无态、无状的。那么一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老子是这样说的：一者，其上不矫，其下不昧，循循和而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物妄。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执经之道以易经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这个是个古文字一般人不容易理解，我们逐句解释吧。结合前面的知识，一是道凝聚而成，是道形成万物最初的那个状态，就是万物之始。那么道的特征，一同样也有，因此其上不矫，其下不昧，可以理解为其大无外，
其小无类，它是没有边界的，它既不是那一种光明透亮，也不会昏暗幽深，是一种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状态。用文字难以形容，妙不可言。下面一句，循循何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循循是一种连绵不绝的样子，呵呢是当时方言一个语气词，没有特别的意思。前面的上下是空间的概念，这里的循循是时间的概念。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所以整句话说的是宇宙形成了最初状态，万物已经开始酝酿，但是还没有形成物，是无的形态，所以暂时也不需要命名，也就是第一章的无名万物之始。再下一句，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物妄。这是对上面一句无的进一步解释。这个时候的万物没有显现形状，也没有形成外在的表象。物妄的物当微妙讲，妄在古代左边呢是一个大臣的臣字，像一个大眼睛，右边一个月亮的月字，下边一个土字，是站在土上遥望远方，探求边界的状态。所以物妄是探求微妙的边界，是对其下不昧进一步阐述，是表达其小无类的意思。接下来的一句，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说的是道太宏大了，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也可以说其大无外，没有边界。道是超越时空存在的，为什么呢？所有有形的物体都是有时空概念的，比如有它开始的时候，有它最后覆灭的时候。但是道超越时空，没有所谓的开始，也没有所谓的结束，或者说道是首尾相连的，就像太极图一样，周而复始，在运动中变化，在变化中运动。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在有无之间循环，所以道是非常微妙的。老子用物妄来形容它，就是它可以非常微小，小到没有边界，同时它又是非常宏大的，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可以用一句话形容，至广大而尽精微。虽然道摸不着抓不到，但是它始终伴您左右，确确实实的发挥着作用。它就是那一个无形的力量，看不见的手。你说我不信，那可能是认知层次的问题。稻盛和夫相信了，一生信奉，遵照执行，所以敬天爱人成了他的座右铭。他一生成就了3家世界500强。那么这个无形的手在哪里呢？老子看到了那个无形的手，并且告诉他是存在的。就像王阳明龙场悟道一样，他也发现那个神秘的力量。古圣先贤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指引，告诉您宝藏就在那里，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目的。那么您不是不相信吗？老子接着就告诉您如何验证道的存在，还有我们学习道的意义究竟有哪些。所以老子接着说，执今之道，以易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意思是说您不是不相信吗？好，那么因为我们学习了这么久的那个道它表现出来的那种规律，那种体现，那种因果关系从我们现实的世界找出来，看看今天的道在世界上是怎么运行的，这叫做执今之道。你能观察，能把握道的运行，然后用道的法则，这个无形的手去应用一下，验证对有形世界造成的影响。就是您学习道之后去操练一下，看结果是否应验，这就叫做以易今之有。如果您的验证是准确的，那么说明道
就是这样运行的。既然道是存在的，而且刚才也说过，道是首尾相连、周而复始的，所以按照这种方式可以推断，道之前也是这样运行的。所以老子说：“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用这个方法能知道古代远古的时候道是怎么运行的，因为道一直没有改变。我们今天只是截取了现在这一段来体察它的是怎么运行的，在生活中再实践一下，道果然是这样运行的、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了，古代的时候也是这样存在的，这叫能知古始。另一方面，我们从历史文献记载中也可以发现历史上的事件，如果还原历史的话，也是体现出道运行的规律。那么我们从历史当中能够读出什么东西来呢？我们世间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除了一些科技和狠活，比如您用到的手机电脑坐的飞机火车除了这些高科技的工具古人没有，其他的比如您和家人如何相处，您跟您同事关系怎样，您跟朋友如何交往，您做生意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被女朋友绿了，被男朋友劈腿了等等，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从历史当中找到一模一样的原始存在。我说的是原始存在哦。你去看看《春秋左传》《东周列国传》里面讲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翻版我们每天的所谓的爱恨情仇欲望都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过了2000多年，但是人性没有变化。所以你能够顺应道的话，依规律而行，就可以让你的人生获得幸福。比如我想做生意，我想从政，想找一个男朋友，找个女朋友，想赚钱等等，都能实现。因此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不管是以古知今还是以今知古，是可以相互映衬的。通过这些实证，我们可以发现道运行的轨迹，这些轨迹是循环出现的。我们前面讲过，凡是循环出现的事情，我们定义为规律，所以这就是道的规律，是谓道纪。这是老子告诉我们学习道的方法。那么我们学习道有什么用现在社会人人都在追求效率，人人都在追求结果，都期望自己有个美好的生活，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所有的好都是别人的，因此我们常常痛苦、郁闷、迷茫、焦虑、不满，因为我们在这个人生大舞台上表演角色是没有剧本的，都是临时发挥的，现场表演的。因为没有剧本，所以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因此会产生上面那些不好的情绪。但是现在我告诉您您的人生是有剧本的，只是没有在您手里面，在编剧那里。编剧是谁编剧就是道，就是天地。所以您的剧本是一本无字天书。那么这本无字天书谁能看得懂呢？当然是导演了。那么导演又是谁呢？导演就是老子，导演就是《道德经》，就是我们所有经过几千年大浪淘沙出来的那个经典。所以您听老子的指挥跟着《道德经》的指引去做您的人生一定是正大光明的，是一条康庄大道。因为《道德经》给出的道德规律是总结了绝大部分坏人的下场和绝大部分好人的下场，最后得出的结论，老子把这个结论叫做道纪，就是道的运行规律。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找到这个规律呢？老子在接下来的章节里面有介绍，叫致虚极，守静笃。如果您认同这句话的理解请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或者将您的观点写在评论区，谢谢。